Hello, this is Anonymous。大家好，大家好，猜猜他们是谁？猜不出来哈。我们最近一直在赌游团活动当中，今天是24号最后一天，这是我们几位赌游团的成员，还有2位老同学在这边。好，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简短的分享，跟大家问声好。明天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直播，我也来做一些总结。那今天我们后面还有活动，还要聚餐，还有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先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提问，做一些互动。趁着我们远道而来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次的赌游团，有一位是从中国就万里迢迢坐飞机过来的，而且一不小心路上还感了冒，这几天也是顶着身体还有倒时差，就非常专注的投入学习，这种精神也是让我们都看到。我们在3天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就像第一天我们是全部赢，第2天第1场赢，后面也有中间有2场，有人赢有人输，第1场赢，所以这个过程中为什么有时候同在同一桌，有时候表现也会不一样？我想这个跟每个人的注码运用，注码的背后是一个人对走势的认知，走势的认知影响到注码的大小，那背后还有一个信念是很关键的。所以今天各位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问一些问题，问我们的同学，也可以问我，都可以。那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好，谢谢，好多老同学都来了。好，那我们做个分享，哪位先来？这几天真实的一个感受，从第1天到第2天到第3天，我们赢的时候什么感觉？过程中有哪几个特别让我们感触比较深的几个特定的一些情境？哪位？我先说。你先说。好。大家好，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参加这次赌游团的，我有点感冒，说话声音可能比较小，大家见谅。我是参加赌游团呢，其实是在1年之前，我在老师出这个赌游团计划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来。当然，因为种种原因，而中国大陆的限制，可能一直没成型。终于有幸在第2次开团的时候，我就亲身过来参与这个活动。来了之后，确实收获比我想象的大太多了。作为一个自认为学习经历其实自我感觉还比较良好的状态，来了之后和老师还有师兄弟们还有师兄师姐们去交流之后，发现我确实是在实操过程当中水平跟前辈们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在情绪控制上还有很大的问题。这次能把自己的问题全部这么让老师和师兄师姐们帮我去剖析，帮我去发现，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相信以后我还是有机会能够更向前辈们靠拢。好，我也希望能追上前辈们的脚步。谢谢大家。好，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说实话，我们这位同学实际上是非常谦卑，为人也很低调。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打法，我能感觉到。他说，如果这时候按照我自己的打法来发挥，恐怕就能赢到怎么样？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警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来这里要来感受不同，否则你还是活在自己的舒适空间，要感觉到为什么有所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差异点看见，进而透过这个差异点看到背后就我们认知上的这个差距，或者说一些可能对未来可能是个定时炸弹的东西，如果能够把它找出来，把它剔除掉，这可能就是学习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好，接下来这一位虽然没有万里迢迢了，也是跨了好几个州了，就跨了半个美国差不多，就这样过来。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也期盼长久能够有机会参加倪老师带领这个赌游团，这次终于如愿以偿。这虽然短短的3天的学习，我深切感觉到的收获的满满，因为我也是有接近10多年在这个所谓的赌海里沉浮，深有感受，有过胜利的喜悦，但有更多失败的痛苦。正是因为这样，我期盼的在我来之前，我给倪老师描述我的想法，就希望能够像我们是一个可能久病未愈的一个病人，能够得到专家对我们这个病情的准确的诊断，找出病因，并且能够给予我们能够逐步康复，甚至能够更加正确发展方向的一种指引。这就是我来的一个很核心的初衷。所以通过这3天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感受，我首先非常的感谢倪老师这种为了我们在这个迷茫的赌海中沉浮的这么多的同学中有这样的一种奉献，感到非常的感谢。这种情怀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敬。第二个，
这几天能够深切感觉的，我归纳从我自身讲有2个很重要的点。第一，那就是怎么能够把我们自身通过学习能建立出一种必胜的信念。虽然这个赢可能是很少的，但是如何能稳定？不管从底层的逻辑，还是策略，还是从战法，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现场的授课、实战的指导，以及点滴的这种我们的细节的点拨。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多数同学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期盼和这样的一种需要，能够从底层逻辑说服至自己，建立起一种强大追寻逻辑的一种信念。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很深受的所谓的我们讲的纪律，也就是这种坚定的意志、坚定的方向，不会被当时的情绪以及一些具体的可能引诱变化因素所导致偏差的一种执行过程。这个让我更加深刻了，它是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比如说台式的选择、切入点的这种技巧，以及我们驻马管理、止盈止损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计划的细节构成，这是在我们3天中穿插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实践，再进行反复修正这样的过程。所以说，我们3天满满的这种收获，感觉到时间非常不够，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更多的一些学习和总结的这种机会。当然，我也是能够希望我自己也能在回到本土之后，要继续坚持这种所谓的夯实信念、严格执行纪律这样的信念。最后也借这个机会，祝我们的同学们能够努力学习，心想事成。好，谢谢。好，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这位同学来到这里，我在观察他打百家的过程，实际上他的思维是很严谨的。我跟他之间的对话常常会出现，比方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打这一手？他就跟我讲，他说不仅他说要打这一手的原因，他就会讲到，如果这一手不中，那我下一手我的做法是什么？如果中了，那我下一手又是什么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型思考者，跟普通人通常会说，我下手是抓了之前，那如果结果荷官一翻输了，就一翻2瞪眼，他就不知道下一手该后备的做法是什么。他的打法前后要有连接，要有一种逻辑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从这位同学身上有时候也是教学相长啊，而且他对每一薛牌都有非常严格的记录，而且他的记录方式也很好。他不仅记庄闲发生的结果点数，他自己做了一个布伦过滤器，自创的一个自己很简化的，比方说驻马什么就是缩写，赌场也看不懂。今天也有荷官问他这是什么，他说随便记了。所以他是有一套比较细致的学习。他平时在群里啊也不怎么发言，所以很多同学并不知道他。实际上这位同学也算是我们很资深的。今天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老同学都差不多至少1年以上，像这位绝对是有2年了。我们也很低调，所以我说各位我们都没有公布名字，我们还是保持匿名者，所以也戴上这个面具啊，低调匿名。但是各位要知道，这条路有别于大部分赌徒的做法，我们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打的也好像别人看起来也就这个样子，但是要注意，这里面就像我今天在群里发的这个道理一样，就很多人就会传统行业过来的人，总觉得你掌握了一个方法，那就是一路都是赢的，就一场都不输的。不，我们每天打3场，结果下来是大部分确实是赢的，少部分是会输的，也是会有的。比方说昨天下午2场，除了像这位老叔还是赢的，其他人可能就上下沉浮是有输的。像这位同学也是，我记得昨天下午第1场他就一下子下去很多，但是第2场蹭就扳回来又很多。所以这里面如果你信任这个结构，你自己打的是有逻辑的，那么正期望值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请各位一定要不要期待我在流水线上拧了8小时的螺丝，就一定要给我8小时的回报。赌场是一个非确定性的一种劳动的一种工作，所以如果你沉浸在说我这样打了我就应该有怎么样，这往往是很多普通赌客非常失误的地方。所以要做一个赌场里的交易者，做一个职业的操盘者，应该建立这种系统的思考。所以这是我从这位同学身上真的是教学相长，我也觉得他的记录非常好的一个记录。我们都知道庄闲谁强谁弱，这一看就知道，从赌场的大路上都能看出来。他还有个方法，就是把连跳也分类记录，谁强谁弱，就现在连了多少手，跳了多少手，他就统计有个分类，也会形成一个趋势，所以他就可以看看现在连市发生了什么状况。百家乐不就是庄闲连跳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哪个同学也能够如此有心，对庄写联调深入的思考，而且我们这位同学其实他的背景他都很谦虚，我们也不怎么介绍。其实原来也都是很有实力的企业家，手下员工每个月发工资都要发多少？这今天亏了不少，亏了不少。对，现在我问他现在做什么？现在也是在美国，现在也准备是全职在做这个事情。他也给我展示了他手机几个月来，从2022年就一直在做记录，打了很多场，他的业绩。赚一天就赚1万多、几千块、几百块、1万多都有很多，但是有时候前一天就是输一场，可能是输个7万、输个5万，这些就所以这个里面他也意识到怎么能够，我可以连赢，基本上是连赢2周来一场大的，是不是？始终抱着定时炸弹，始终是抱着一个定时炸弹的啊，把这个定时炸弹能够彻底消灭、消除。曾经我们讲过一个象限，就是大赢、小赢、大输、小输。其实只要规避那个大输，那剩下的是不是小赢小输，偶尔大赢，那其实就是有这种期望值。所以大部分外面的赌客也是牵儿砍柴一儿烧，其实从注码上也好，从打法上也好，存在着一定的盲区。透过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而且原来也是做管理者，有比较系统的思考的能力。我相信他回去之后可以再次的调整。我看他笔记本也是记得满满当当的，一直在很认真，他用电子记录本一直在记。那我想透过这个调整，我们期待以后我们再次相见。对，我顺便也讲一下，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也曾讲过，以后是不是再开一个叫发财团？发财团是什么意思？大家已经学了一定资深了，因为我要一边要带着大家去实战，一边还要讲解，就一直在讲你为什么这么下，其实也很分心。以后我也不讲了，就是发财团大家一起就各自拿出一笔本金，如果你希望目标实现的多一点，我们就直接赚钱。比如说我们开3天，大家就在一起，早上打到晚上，当然就是按我们标准的盈利的方法打。我们这一次是完全是不挑牌的，被动的，因为为什么我们6个同学刚好一张桌子，就来什么牌我们就打什么牌，就烂牌我们也面对打，也去经历。特别他昨天他说太顺了，第一天的时候3场连赢，全部都是赢，每个人都赢，3000到5000都不等，只有你好像是。你第一天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我第一天赢的，第一天也是赢的，反正第一天是全部都是赢的，3000、4000、5000都不等美金。那第2天第1场也都是赢的，你就输100块，也不多。其他人都是赢的，都输75块，75块。后面2场上下有浮动了，第1场可能输了，后面又追上来了，他还是赢的。好，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还期待过，你说太顺了，最好来点遇到输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面对，抗拒这个压力，对吧？所以。也刚好就体会一下，所以我们是不选牌的，就来什么牌就打什么牌，就这个情况。但这是教学，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这个刚好暴露出每个人对注码的控制。输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就烂牌的时候能做到小输，其实就是大赢，对不对？如果你这时候大输，那就肯定是不定时炸弹还没破除，是这个道理。所以以后如果是发财团，那就纯盈利了。比方说我们3天目标每人定1万到1万5，因为定太高也不太现实。也会引起赌场注意啊！每一天盈利1万到1万5美金是比较可以的，每个人那就这样来做，这也是很好。大家组成团一起去打，这个也是一个可行之处。以后有厉老师或者我如果没时间叫小弟来代打也是可以的。但是各位注意，我们永远不会去替人代打，大家还是要对自己，最终还是要对自己的本金跟盈利负责。为什么？即使在同一张赌桌上，大家打的是一模一样的牌。你们说输赢会不会有差别？当然有差别，这时候就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特别相信这一手。我在这里面我也说实话发现啊，实际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重。有时候我特别不看好的这一手，他就觉得下得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这把应该蛮好的，他却下得很小，甚至相反。今天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有发生。他说我这把即使输了，他刚好打在其他同学的相反的位置上，我输了我会再来一手，就我们一桌同学打相反的，为什么？是一个注码策略的问题，注码策略是不一样。那易老师会怎么面对？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打我通常这时候我就不下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因为什么？打庄打斜，到底最后谁会赢啊？并不一定。其实注码是更重要的。我们经常讲注码是灵魂，注码的逻辑是很重要的啊。比方说他是打懒的，但有时候叫做输掉一手，就把这一手当作是花钱买好路。有时候我就打他一手，输掉了更好，那个势头正是我想要的，那我下面就可以下重注了。用他的话来说，
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下重注加上去把子弹升级的一个理由。所以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我总结一下这几天跟同学相处，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优点。接下来就是你了，这是我们的老同学，他就代表另外2位，还有2位女同学，他们比较害羞躲在房间里啦，就由我们的这位老同学代表来做个分享和发言。大家早上好，谢谢。好大家下午好。我是上一期的批评者3号，分享还记得吗？第一批的这是我们聂老师给我们的一个特大的优惠，我们可以复训，所以说这个样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3天复训，跟着聂老师在这个实战当中更加的精进了一步，让我们在实战当中真正又学到了我们以前不足的地方。通过这3天，我们每个人都学到了很多以前可能是你在审时度势看一些盘形走势的时候有些不足的地方，老师在现场也是给我们一步一步的解答，一步一步剖析，让我们明白这个走势为什么这么打，为什么这么走，让我们更加清晰。我的这个主流团真正在实战过程中让我们真的太受益了。所以说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思想是原因，环境是结果，成功看得见，过程是关键。哇，这个然后跟着老师一步一步走过来，成功的路上并不容易，但是有没有你这个很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是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叫我们更加的离成功更近，选择大于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是真的浓缩了你的脚步，让你目标达成更快。我觉得这3天这个时间，聂老师付出非常的多，所以说没有来参加抖音团的，我真心的邀请你们，真的有机会一定来参加抖音团，让你们在成功的路上浓缩你们的脚步，更快的达成目标。谢谢。好，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们新老同学非常发自内心的分享。倪老师其实也很感动，就因为在这条路上，我们是不被主流社会所接触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主流的大学，更别说政府机构了。他会说赌博需要研究，给赌徒提供一些什么概率论、统计学方面的一些知识、一些工具、一些软件知识，任何都没有。只有说哇害人了。那居然赌博不好，那国家又允许开这么多赌场了，拉斯维加斯一条街上全部都是赌场，那把赌场都关了不就好了吗？不，政府需要就业，需要税收，博彩业要蓬勃发展啊，所以赌徒实际上是成了一个被全社会遗忘的人。高楼大厦、金碧辉煌，全部都是赌徒的贡献。特别在昨天我讲出来专门讲到，我也发了公开的一篇贴文，我说赌客啊，在这个黑暗的森林当中啊，赌场百家乐的走势千变万化，就像一个黑暗的森林。赌徒就是个羚羊，这个赌场就是老虎。但是我们作为羚羊呢，如果哪个羚羊在抱怨这个不公平，赌场很阴险，各种算计啊、赔率啊、残暴猎杀这个羚羊，那这个羚羊就不是好羚羊。没错啊，老虎要吃羚羊天经地义了，这个没话说了。老虎如果不吃羚羊，它也不是一只好老虎。所以作为羚羊的你，我不说我们都是羚羊，我们也不要期望去打败赌场，打不败的。如果赌场消灭了，赌客也不存在了，也不可能。我们只需要跑过，那天就讲，我说我们只要跑过同类，跑过其他的羚羊就可以了。为什么老虎啊？你看天下盲赌的人实在太多，老虎拼命的猎杀，它吃饱了，你偶尔几个跑得快的就跑掉了。对，所以我们经常说赢钱走要跑得快，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这样羚羊，我们只是稍微跑快一点点而已。我们永远不要想打败什么老虎。最近我也特别想讲一点，其实我们这么多策略啊，就是一套套从单边连连发、跳跳羊一直讲过来，就讲到现在，很多人啊就认为说风行孪生很棒，或者说数值孪生很厉害，或者觉得自己周期打法很厉害，或者说饕餮额点差变化很厉害。其实李老师想说的最重要的一套，如果让李老师来讲的话，那就是叫略胜一筹打法。略胜一筹打法，严格来说，它不是看庄闲的方法，它是一种战略思想。赢到，就像今天不是荷官也跟我们在讲，是不是啊？荷官还举了个例子，职业赌客之类的，但他们的方法问他是什么？就是赢到一点就跑，100块钱。比如说我每个赌场我就赢100块，走3家赌场，一天赚300块。你说这个多容易的事情是吧？你就看准了，打一手赢到了，或者用个什么打懒的方法呀，赢一手就走，跑三个赌场。就可以了，所以略胜一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大部分人都输在走不了。我就讲过，
其实这条路啊，有两个是关键。我是昨天早上讲，就讲了一个太极图，一阴一阳，就都是个走字。一个是赢钱一定要会走，而且要达到目标就一定要走，这个目标是概率当中的。还有一个就是遇到不好的牌能收，太重要了。遇到不好的走势要能够收得住，你已经很厉害。大部分人是越输越上头。输钱是怎么发生的？各位有没有想过？输大钱又是怎么发生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只有一个连输的时候会输大钱，而且连输的时候你还在加码，那就是会清淡。否则，请问你即使让我连输3手，我越打越小，请问怎么杀你？所以各位一定要常常思考。就像今天我们坐在旁边，我跟这个同学也讲，他也记下来，我看他记在本子上。遇到连输怎么办？常常要思考这个问题，我怎么来处理连输的状况？那好了，你把这个地方堵住了啊，也就是说，遇到不顺的走势能收手，也就是说能走，就两个走了，一个是赢了钱能走，一个是遇到不顺的时候能收手乃至离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如果说职业赌客有10大能力啊，我觉得这应该排在第一位。所以很多同学对于略胜一筹，但目前为止基本上大部分同学都很好。我记得有一位同学，那个小 X 专门跟我来讲，给他解锁了略胜一筹。他说怎么回事？我要解锁那个风行孪生，好像是个新同学，老同学都，特别是关门会员群，那更不用说了。他就觉得略胜一筹好像不是很高级，我却要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甚至什么都不学，你只要懂得赢钱就能走，而且略胜一筹就能走，已经非常重要了。再加一个，今天就额外的，遇到不好不顺的时候，其实你遇到不顺的时候，也不要说自己不顺，我今天运气不好，你背走势不顺，而不是你不顺。而走势不顺的时候多不多？各位你仔细想想，太多了。百家乐其实80%都是不能打的，但是我们今天这3天，我们是毫无拣选的，来什么就打什么了，所以还能够保持这样的，就大部分都是赢了，所以这个记录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从中去看见这个正期望值的路在哪里，这个是很关键。如果再加上，所以我前面提到，以后我们做一个发财团，或者说稳定盈利团，我们比如3天，甚至更长一点，就按照我们的周期，5天。因为各位，我发现来一次也不容易啊，像中国来一次啊，就是3天，来个5天，干脆来个5天，我们带着一起打，就当然还是拿自己的本金，那我们也拿出10万、20万，就每天赢个1万到1万5，应该是轻轻松松的。所以每个人来，前面带了5天，后面你们愿意自己再继续那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把操盘的这种节奏，包括选牌，就彻底的变成肌肉记忆，这些东西。知识并不高深，我实话实说，我们赌业团讲的东西啊，并不是说什么好像高不可及，什么秘招秘籍没有都没有。我甚至都在各种直播里面，或者说甚至公开的贴文里面，其实都有触及到。但最重要的是，就你有没有信念？知道是没有用的，我们讲过，知道是没有力量的，信任并做到才有力量。这几天我们很多同学都深深体会到，你注码能上去，就是有信念了。你没有信念，你怎么上得去？你就说。老师说装那就装，可是注码你的手开始下得很小了。好，还有一个情况，有时候会带着主观，老师下得很小，他却下得很大。那为什么该大的时候不大？也就是说，每个人实际上还是有主观的一些信念在里面。这个信念你曾经，这不一定错，有时候是他的长处，他一定在这个地方有赚到过钱。所以每个人来学习，我就觉得并不需要说全盘的否定自己的做法，成功的要保留。要优化，有对比就有进步。学习来寻找差异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大的方向如果掌握了，就像我们这位3号匿名者同学说的，我老同学说的，找到了路，这个就不远了。关键是成功的路上，他说有没有你呀？对，这点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今天早上 YouTube 上面有人提问，他说你们这个100万之路计划怎么样？等等。因为他也没有加入我们的会员，只是外围在那里看。还有个同学说，你们都很久没有直播了。对，我们公开直播确实不多，但是各位都知道，我们群里各位最近看一下，聂老师在我们内部直播还1个月里面做了很多场，所以这就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也希望未来各位有机会的都能走进这个赌游团，或者走进我们未来，可能我真的回去要跟我们伙伴商量一下。要不要开发财团，类似这样？如果这样可以，我觉得这是最实实在在就盈利，我们直奔盈利。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活动目的越单纯越好。比方说我们这个目的又要学习，又要实战，那到底目的是要学习。如果要学习，那我们要去主动去面对一些输的状况，
有时候是学习最有价值的地方。如果一直在赢，跟着赢，那也就没啥意思啊。学习好像就忘记了啊，就好像太顺了也不行。所以，但是如果你想赚钱，那就直接就进入发财团。我现在暂时取名叫发财团，这个很熟了，但是比较好理解啊。大概就这样，跟各位来问声好，因为等下我们还有活动，我们后面还有聚餐啊，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大总结啊。大家也希望我们12个最基础的打法，就易老师用最精短的语言，把每一套打法里面的精要都全部分享一遍啊。所以我特别准备了白板，这次搬过来啊，在这边。所以等下有个聚餐，还有个大总结，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各位现在可以提问，可以问我，也可以问同学都可以。如果有问题的，我们就来做一些回答。各位不要错过好机会啊！有问题的赶快打出来。洛城007，大家都很棒。他说，慧豪说老师好，大伟说老师好，赵华说大家好，今天有嘉宾，是大家有问题问，还有什么想要有补充的吗？你远道而来，我也很想再听听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总结一下，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感触其实特别多，一时半会儿我也现在，就是可能确实是一个是时差的问题，还有身体确实不是很舒服。来之前发烧感冒了，这次收获其实特别大。其实不只是这个方法和心态上，还通过跟其他师兄师姐们交流，从他们的打法当中，其实完全可以补全我原先自认为还不错的那些方法。我回去好好总结一下之后，有一个接近质的飞跃的操盘的这种提升。我有这种我要回去还是需要好好复盘优化一下啊，坚定你的策略执行。是啊，好，还有什么要补充吗？你们两位好。可以了，那我们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后面还有活动，谢谢各位。我们明天会继续给大家做直播。好，谢谢了，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嗨，拜拜，祝大家稳定盈利越来越好。